些美元到底有多脏？他们可能被擦过鼻涕，沾过不知道几个人的唾沫，爬过厕所里的蟑螂，所以这些钞票很容易破旧污损，最后连印钞机都无法识别，于是他们只能被银行收回。可这些被收回的美元又会如何处理？下岗大妈一骑到这儿，她便想法地应聘到美国最大银行美联储，成为里面的一名清洁工。当大妈看到每天有成千上亿的旧钞被送到美联储集中处理，她整个人顿时两眼冒绿光，恨不得把这些钞票全搂回家。眼看着一沓钞票被工作人员放进碎纸机，一辆闷闷车没了，然后工作人员抬手又放了一沓，一套房的首付又没了。大妈顿时感觉，哎呀，我痛心疾首啊！她是真心想把这些票从碎钞机给救出来。然而当大妈抬头看到银行的监控，瞬间冷静下来，因为从美联储偷钞票比抢银行还要难上1000倍。美联储不仅有全球最顶级的监控安保系统，而且能够打开钱箱的钥匙只有3把，一把绑在钞票分类器的设备上，第2把在调查室的主管身上，第3把则在碎钞机上面。然而在销毁钱币的所有过程中，警卫全都在监控跟前盯着，同时各岗位的工作人员禁止跨区域活动，就连上个厕所嘘都会有主管替他们卡的时间，哪怕是上厕所超了半分钟，便会立马引来主管的询问。而他们在下班后还有一道搜包的安检过程，为的就是防止员工把钞票夹带出去。大妈了解清楚情况，便暂时按兵不动，另想其他招把钞票偷出来。最后大妈注意到超市里的这把铜锁跟钱箱上的铜锁长得一毛一样，但大妈清楚只有铜锁还不够，如何避开监控把钞票逮出去才是关键。隔天大妈搁这打扫卫生时，透过监控发现负责运送钞票的小老妹在等电梯，小老妹身后的垃圾桶恰恰就是监控盲区，而美联储财大气粗，根本不会检查垃圾桶。于是大妈顿时量有一计，准备上演一招偷梁换柱，把钞票偷出美联储。她先是拉拢负责税钞的黑姐入伙，黑姐为了赚供儿子转出名校的择校费，她思考片刻后答应大妈跟她一起搞大事。接着俩人一起拉拢负责运钞的小老妹，钞票到手后咱们仨均分怎么样？小老妹得知俩人的来意后，二话不说答应入伙，因为她身患糖尿病，需要大量的钱来治病。仨人约定，当他们手指划过眉毛，便是行动开始的信号。银行保洁大妈趁监控不注意，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偷偷换走了钱箱上的铜锁。等大妈推着保洁车走出银行办公室，负责押运车的队友老妹推着空车迎面走来，大妈趁机告诉她，换了锁的押运车编号是4937。随后主管看到老妹来转运押运车，他压根就没发现钱箱的铜锁被换了，跟往常一样，嘎巴一下就锁了钱箱，并将4937号押运车推给老妹。由于押运车要从13楼送到18楼，所以老妹只能推着小车乘坐电梯。她趁电梯还没来，立刻借着运钞车的遮挡，用钥匙打开钱箱上的夹锁，然后向下推开钱箱。老妹表面上假装听音乐跳舞，实际上偷偷把一沓沓钞票扔进身后垃圾袋。而运钞车后面正好是监控盲区，银行的警卫根本看不到老妹干哈。王浩仁老妹迅速合上钱箱，锁上铜锁，把一切恢复原状。接着他按照银行的规定推着钱箱走进电梯，而负责税钞的黑姐卡着时间点来到女厕所，从厕所的垃圾桶里翻出个垃圾袋，然后打开纸袋拿出里面包裹的旧锁。得知这把旧锁是银行锁在4937号钱箱的，黑姐立刻把旧锁揣兜里，准备找机会把钱箱上的夹锁给换回来。等老妹推着4937号运钞车来到税钞室，黑姐在销毁钞票之前悄悄用旧锁换到了钱箱上的夹锁。大妈则趁着清理垃圾桶的机会，拿出装有钞票的垃圾袋，将其放进保洁车。而银行财大气粗，根本就不会对垃圾袋进行检查。在他们3个人行云流水、天衣无缝的合作之下，他们一起在女厕所集合了，把钞票藏在衣服里面，塞的那叫一个满满登登。然而表面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藏了10万钞票。等下班的时候，他们淡定的把包包交给警卫检查。银行出于对员工的尊重和信任，大部分的时候查包不搜身。当3人回家一清点，他们这一趟成功干出来10万刀的钞票，大妈顿时就美嘚儿了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咱们成为亿万富翁指日可待哦！哇，那可真是太哇塞了。3人这么一整，直接原地起飞呀！仅6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就从银行偷走了5000万美金，挣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，脑瓜都满呐！家里能塞钱的犄角旮旯都被他们塞满了钞票。保洁大妈不仅还清了家里70万的债务，黑姐也有钱给儿子付了择校费，让他上了名校。老妹儿也终于找到个小对象。然而由于他偷回家的钞票实在太多，家里能塞钱的犄角旮旯都被他藏满了钞票，但是钞票太多了，后期没地方塞了，于是大妈把剩下的钞票塞进箱子里，再剩下的直接给装垃圾袋，然后挖坑埋在自家花园底下。大妈本以为就此能躲过银行和佛伯勒的调查，但他们骤然提升的消费水平立马就引起了佛伯勒的注意。佛伯勒专门派人去银行对大妈他们展开调查，然而行长却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偷走钞票，纯属扯犊，因此懒得配合佛伯勒调查此事。见此情况，佛伯勒只能作罢，但大妈的丈夫老白却意识到这事儿不简单呢。他打电话提醒大妈，佛伯勒不会无缘无故的注意到我们，这事儿背后指定另有隐情。果然，随后大妈几个人凑到一起商议解决佛伯勒的办法。他们突然得知队友小老妹的对象已经偷偷拿了赃款去买证券，大妈他们彻底就亚麻呆住了。因为购买证券一旦超过1万美金，就会被证券机构上传到税务系统，由国家监管。听到小对象拿了100万去买证券，老白彻底气炸了。你他妈个穷小子拿100万去买证券，这不明摆的给佛伯勒送把柄吗？妈，不知道还有这规定啊，大哥，这你们咋告我？你现在怨我啥呀？大妈懒得跟那个虎逼争论对错，他立刻让队友回家把家里的
钞票全部给销毁。只要佛波勒找不到证据，他们就不能抓我们。几个人本以为他们能就此摆脱佛波勒的调查，谁知佛波勒早就偷偷潜伏在他们家门口，准备抓几个人现行。然而大妈他们对此压根儿不知道啊！他们为了能把堆积如山的钞票处理干净，老白守着马桶，把钞票粉碎后直接冲到下水道里，黑姐则把一沓沓钞票扔进火里焚烧。就连大妈也在偷偷摸摸的转移钞票，可偏偏老妹儿跟小对象非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他俩制造了一个简易炸弹，把所有的钞票藏进一个废弃闷闷车里面，然后迅速启动机关引爆炸药。随着轰的一声，剧烈的爆炸声不仅销毁了所有的钞票，佛波勒也被成功的招引过来，直接把嚣张的几个人抓了个板板正正。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大妈技高一筹，提前带着钞票翻墙撩人，使这几个人被佛波勒抓进监狱。大妈却没有带着钞票远走高飞，而是用这一麻袋钞票为锒铛入狱的几人请来了最顶级的辩护律师。这个律师经验老道，眼光毒辣，他一眼就找出了跟行长谈判的关键。专案行长，一旦社会知道美联储的钞票被偷了，你觉得你的乌纱帽还戴得稳吗？行长一听立马就明白了，他赶忙向佛波勒表示，美联储银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，所有的旧钞已经被全部销毁，没有一张遗漏或者丢失，我保证我说的。由于行长不承认这些钞票是从他们银行偷的，佛波勒便没了证据，只能将所有人都放出来。完后大妈带着黑姐和老妹儿来到自己家地下室，看着里面满满登登板板正正的钞票，俩人顿时就惊嘚了。你哥哪来的钱呢？我偷偷分批藏的。俩人瞬间就美疯了，就这么式，仨人又一次成为了富婆啊，真有招。